我数了，1万两，爹谁也没有告诉我，连娘也不知道。我家虽然不算富户，但过得也算宽裕，城外还有半顷田。可是以爹一个捕头的进项，断然是不可能有这么多钱的。师傅他当了这么多年捕头，这县里上上下下的也都买他的面子，得些谢礼。这许多年攒下笔家业，也衙门的事我不懂，但是人情世故我还是懂的。要攒多少谢礼才能攒这么多钱？况且这些钱根本不是攒的，根本不是攒的。这银元宝都打着戳子，这些银元宝都是同一批铸的。师妹，你在怀疑什么？人为财死，在这个衙门里，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。可是师傅跟他们不一样。我不在意他是干净还是脏，不管怎样，他都是我爹。我猜师傅他曾经操弄过一个很大的冤案。这里还有别的。四更刚至，更鼓方才响过。陆宅东墙火起，火势凶猛。当夜大风西风，已殃及我家西墙。幸得有邻相助，未曾成火。牛录宝。万历17年9月初7。万历17年9月初7。这些都是20年前的。都是陆宅20年前失火后邻居们的证词。证词大概都一样，只不过方向不同，东南西北都有。看来这陆宅占地极大。这陆宅四面同时起火，这是药方子。这些药方子也是20年前的，是开给2个病人的，一个叫程浪，一个叫陆远豹。大夫是程医治，那个神医程医治，应该是。仿行和打行，就是街面上混混无赖的帮会。仿行专干坑蒙拐骗、讹诈勒索一类的脏事，打行则聚集打手讨债、绑架、私设赌局。捕快查案，定然是先要去找他们的。这街面上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也没人比他们更清楚。杜县城里有5个帮会，人称2署3郎。不过，他们自己管自己叫武侯府。他们的买卖都需要官面上的靠山。以前他们在杜县衙门里的靠山是师傅。来，先干了这杯。
躲你了还撞过来？不是我，是你撞上来的。啊，还敢倒打一耙？知道这酒多少钱吗？这可是20年的女儿红，我们家员外拿来送礼的。我给你赔不是。不是值多少银两啊？你是讹我？讹你？去衙门，看看衙门能不能讹你。有人来做个见证吗？我们做见证。我看见了啊，是这乡下人走路不长眼，撞了小哥您，砸了酒坛子。哎，小哥，这坛酒值不少钱吧？这可是我花了5两银子刚从天兴坊买的。呀，没得说，上衙门，咱们可都是安善良民。别啰嗦，走。是小哥，这是酒钱，我认了。我这不要，这些钱不够，咱们去衙门，我得弄个判书。走，这位仁兄，这位仁兄有礼了。您是哪位？学生只是路过，见这位老者实在可怜，所以我想帮他。帮他还钱吗？对。见过大恩大德，大恩大德呀！不必如此，不必如此。这是多少？不瞒您说，这是4两6分银子，还有10来个铜板。仁兄，您看，就当行善积德，放过这位老者。行不？谁叫我心善呢？剩下的我自己当倒霉补上。老头，遇到好人了，回头记得把钱给人家还上。是，行，这钱我一定还上。要是不放心，咱们就写个借据。您识字吗？我不识字，不过没事，你只管写就是了。我按手印。我刘老二虽然穷，但是从来不欠人家的钱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写个借据。邪恶虎，有。三根哥，我在那边看了半天了，你们怎么也没点新鲜的？您这是啊，三根哥，要不咱们去茶馆坐？不忙。刘老二是吧？这位官差，小的就是刘老二。家里还有什么人呢？我娘死得早，儿子媳妇儿也闹天花走了，家里就剩下我跟孙女2个人。不是姑老爷引不上这种事儿啊。官差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家里有什么财产？穷家哪有什么财产呢？就3间草房，1亩欧田，1亩4分水田。孙女多大？刚满13。哎，刘老二，这帮小子，怕是盯你很久了吧？别动！你是何人？我怎么不认识你？三根哥，这是新来的，还不赶紧过来给三根哥见礼？给三根哥见礼。刘老二，你若是跟他签了借据，这利息可是按天算的，利滚利，利套利，不到1个月，你的草房、藕塘、水田可都归了他了。这还不算完啊，对他们来说最值钱的是你孙女。三根哥，您这是干嘛呀？我就是要砸你的买卖。师傅明明给你们定过规矩，不准拐卖幼童。愣头是立过规矩，可是他已经死。他死了，规矩就废了。我听说冷头以前给各位立了不少规矩啊，
您肯定有您的规矩吧？我这个人不拘小节，没那么多规矩。啊，不过，既然我一有靠现在也领了快班这份差事，那以后就少不得要偏劳各位，还望到时候几位当家的能买一买我这张老脸，好吧？一头，侯爷我就一句话，什么话？我们有孝敬，一头有照应。那就一头我多照应，你们呢，多孝敬。一头痛快，当家的痛快。干！三根哥，今日不是又是专程来砸我们买卖的吧？砸你们买卖是顺便，我来找你们当家的。当家的不在，又不在，我来了几趟了都不在。这样吧，给你个差事，你们当家的回来了，你去衙门给我送个信。你可得给你们当家的说好喽，让他就在这儿等着我。这差事算是落在你身上了。三根哥，您这不是为难我吗？送个信怎么为难你了？你们坊行不就是整日东街串西街转的吗？不是，嗨，三根哥，武侯府5个当家的，您应该不只找了我们一家吧？这人不在的，也应该不止我们一家吧？所以你们是商量好了的，只要我曲三更一来，你们就都不在。三根哥，有些话说明了，它就不好听了。三根哥，您还有什么事儿？帮我带个话总行吧？行，您说。昨日我们抓了一个暗娼，得有60多岁了，没想到竟然还有主顾，让你们当家的得空来衙门领人吧。暗娼，三根哥，这暗娼它不是我们的买卖。那个老娼说你们当家的是他儿子。一头，这坊行党行平日里都在澡堂里聚头吗？这是他们的规矩，大家都光着屁股，谁都藏不了刀子。嚯，秋老虎啊，这都9月了，还这么大太阳。走。这2署3郎真的拜了一头当新靠山。师从，你知道吗？啊？咱们县的坊行打行是本府几个县里最穷的。不能的，明明咱们县是最富的。都是师傅管得紧啊，师傅还为他们定了3个不准。冷头不准，他们就都不干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回家吧。娘。三更，回来了。娘，灯笼都灭了。走。三更。你师傅这一死，你这捕快就别再干了吧。娘，
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呀？你干不了这买卖。娘，衙门里也有好人呐。你师傅是好人吗？师傅，事办妥了，崔员外给了10两。三更啊，以往我让你去找苦主要钱，你不是敷衍我，就是跟我耍无赖，反正你是绝技不会去。今天怎么突然开窍了？师傅，我怕我再不开窍，您就不要我了。我倒是怕你再不开窍啊，你就该不要我这个师傅喽。师傅，如果没有您，我当不上捕快。我也喜欢当捕快，我喜欢抓贼办案。可是师傅，我能不能当一个不昧着良心的捕快？三更啊，良心它是这么一种东西。如果说你想卖的话，卖不上什么价钱，但是你若想留，那它可就贵了。我是怕你以后啊，会付不起这个价儿。师傅是好人，娘只知道，他是个特别厉害的人。这么厉害的人是做不了好人的，像他这么厉害的人都丢了性命，那凶手肯定比你师傅还厉害。娘，三更，娘知道你是一定会给你师傅报仇的，娘害怕。娘，我是个捕快，这世上哪有捕快怕歹人的道理？娘的眼睛瞎了3年，这3年好像天从没亮过，总是在大夜里。这一到大夜里，娘就老想起你爹。以前你爹总说，更夫也是快办差事，所以打更的时候老是想着抓贼，贼是没抓到过，我倒是救了机器，可是最后也是死在救火上。师傅说爹是个好样的。那个时候，整个巷子里都是黑漆漆的，就是你爹拿着那个灯笼是个亮。三更，你爹死了以后，娘的亮就是你。娘，你放心，三更会好好亮着。送点水。把你的手伸出来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一颗牙。什么牙？据小人看，这是一颗草牙。你知道这颗草牙有何特别吗？看仔细些。小人实在不知。草牙最多有3个牙根，这颗草牙长了4个牙根，这颗牙就送给你了。为什么？这颗牙难得一见，算你有缘。谢过宋天使，小人告退了。龙捕头那日，是不是去过翠华楼啊？
小人不知。那翠华楼的林四娘，跟你师傅可是老相好。小人倒是头一次听说。哎，你这东西真不错。哎，三哥，给我留着，改日再说。你去哪儿了？一头到处找你呢。这就去。你先别去。为什么？一头今天把咱们快班当值的兄弟全部支派出去了。我本来也被派了差事，可我一看这势头不对，我就溜回来了。我觉得一头要开始收拾你了。这样，你先找地方猫起来，我去找找他们，起码等金二哥回来再一起去见他。躲得过今天，躲不过明天。只要在这衙门里，迟早得过这一遭。行，那我陪你一块儿去。我自己去，别受牵连。好，那你多加小心。干什么？我回班房啊，跟你同路。曲三哥，你看你现在这吊儿郎当的，哪儿还有个当差的样子？刚才干嘛去了？我被宋典史叫了过去。宋典史？他找你干什么？他送给我一样东西。这是个……这是一颗牙，槽牙。一般的槽牙有3个牙根，这个它有4个牙根。宋典史为什么要送你一颗牙呢？他说不为什么，只是难得一见，我刚好有缘。你现在是跟我在耍笑吗？在这个衙门里，谁敢拿宋典史耍笑呢？你若不信，可以拿着这个牙去问宋典史。先不说这个牙的事儿，说说你的差事。你既然是个捕快，本分就是抓贼。崔家庄崔员外家中古董玉瓶失窃的案子，怎么还没破啊？当时这个案子是我和师傅一起去办的。又提你师傅？怎么着，曲三哥，你以后准备顶着他的牌位混差事吗？我呢，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内若是破不了这个案子，我就革了你的差事。还有事吗？不用3天。什么？那个案子应该是崔家庄一个叫崔顺的庄客做的。说说。崔员外嗜好古董，崔顺的差事就是帮他到处去寻古董。那玉瓶的来路不正，是盗墓所得的随葬品，满屋的古玩，旁的都没丢，就只丢了玉瓶。想必那贼定是知道这玉瓶的来路，自以为崔员外不敢报案。可这崔家庄上下，除了崔顺以外，没人知道这玉瓶的来历。而且我们盘问他时，他神色慌张，语多矛盾。明日我去崔家庄拿了他，起了赃物就是。哎呀，好，今日这件事情，我姑且算你过关了。行了，拿起你的牙，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。等会儿。一头还有何吩咐啊？不是叫你，你叫什么来着？回一头，小的叫高世聪，是个白衣。是，腰牌给我瞅瞅。
明日起不用来了，你被开革了。开革？什么由头啊？老子开革一个白亿，还用得着什么由头吗？来。哎呦，不就是份差事吗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三哥，你知道我爹是杀猪的吗？当初我当这个白役，就是为了不跟着我爹杀猪。不过现在，现在怎么？现在我开始盼着杀猪。那为什么？嘿，以后老子杀的每头猪都他妈姓易。如果我爹没死，我现在就估计跟着我爹打更呢。可是你师傅是冷头啊，你就该当捕快。想当年，那个姓易的多怕冷头，现在冷头刚一走，立马就来抢山头了。这群王八蛋，都该杀！杀猪就讲究一个稳，一刀下去拿盘见血。对，然后往刀口里吹气，好剥皮。对。咱哥哥别打！你敢盯我的伤？我没盯你的伤，我只是来打酒的。打酒？这么多酒馆，你偏偏要到我喝酒的酒馆来打酒？三哥，我误会，真的是误会。王八蛋，今天就先宰了你！让开！开！走！捕快抓贼，没见过吗？哟，三哥，这是？你是谁？学生。钱墨。钱墨。钱墨，什么案由呢？寻衅滋事，欧差拘捕。寻衅滋事，欧差拘捕，怎地？过来吧。你现在像个捕快了。师父，三更，公道是一条绕远的道啊。
师傅，你到底是因为什么死的？是挡了谁的财路，还是做了什么不公道的事？师傅如果做了什么不公道的事儿，你是不是就不要我这个师傅了？师傅永远是我的师傅。只是，师傅是个好人，师傅是个好捕快，对不对？哎，灯笼灭了。啊，没事儿，这条道我熟，用不着点灯。哎，不行，必须点上。不用。哎，我帮你点。我帮你。你没放蜡烛？你为什么不放蜡烛？这条道我熟，我是准备转过前边那个弯，我再放蜡烛的。你认得我吗？面熟。你看清楚了，我是快班的，我认识你们更夫头陈18。你跟我说实话。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求您了，您千万别告诉18爷，不然的话我会丢差事的。您高抬贵手，我求您了，高抬贵手，求您了，求您了。你是拿蜡烛去换钱了？我家里孩子多，不够吃，我求您了，您放我一马，您就当行行好，放我一马。这天这么黑，也没个亮，你就不怕摔跟头啊？不独我一个人这么干，大家都这么做，习惯了。哎，大姐，这会儿还没上座呢，你等一会儿上座再来啊。我为何要等上座再来？你不是卖唱的？哎，师傅，给你满上。桂儿师妹，我去衙门找你，他们说你今天没去。是，我今天没去。桂儿师妹，你一个姑娘家怎么能来这儿呢？你个捕快，这种时候你该来这儿吗？桂儿师妹，妈呀！桂儿师妹，桂儿师妹，你进来吧。酒醒了吗？
在这儿等着，我去给你拿爹的衣服。三更哥，合身吗？还好。那你就穿着吧。你穿爹的衣服，爹也不会见怪的。桂儿师妹，我不是。你是不是禅碰到什么难处了？那就让爹帮帮你吧。三更哥，你还记得我家这个地窖吗？当然记得，咱们小时候不还总下来玩吗？那你还记得这个吗？记得。自打我记事起，这口棺材就一直在这儿。我那时也很奇怪，只有老人才会提前给自己准备寿材。师傅说，当捕快的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个3长2短的。可是这口棺材不能用了。不能用了？三更哥，你把这个棺材盖打开。我数了1万两，爹谁也没有告诉我，连娘也不知道。我家虽然不算富户，但过得也算宽裕，城外还有半顷田。可是以爹一个捕头的进项，断然是不可能有这么多钱的。师傅他当了这么多年捕头，这县里上上下下的也都买他的面子，得些谢礼。这许多年攒下笔家业也……衙门的事我不懂，但是人情世故我还是懂的。要攒多少谢礼才能攒这么多钱？况且这些钱根本不是攒的，根本不是攒的。这银元宝都打着戳子，这些银元宝都是同一批铸的。师妹，你在怀疑什么？人为财死。在这个衙门里，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。可是师傅跟他们不一样。我不在意他是干净还是脏，不管怎样，他都是我爹。我猜师傅他曾经操弄过一个很大的冤案。这里还有别的。4更刚至，更鼓方才响过，陆宅东墙火起，火势凶猛。当夜大风西风，已殃及我家西墙。幸得有邻相助，未曾成火。牛录宝。万历17年9月初7。万历17年9月初7。这些都是20年前的。都是陆宅20年前失火后邻居们的证词。证词大概都一样，只不过方向不同，东南西北都有。看来这陆宅占地极大。这陆宅4面同时起火，这是药方子。这些药方子也是20年前的，是开给2个病人的，一个叫程浪，一个叫陆远豹。大夫是程义志。那个神医程义志，应该是。师傅做事向来缜密，有备无患，这恐怕是他保命的筹码。你是说，这些都是证据？1万两，能拿出这么多银子的，不会是小人物。那爹留这些证据，是不是为了牵制谁？那你说，我爹会不会？
我爹会不会是被这个正主灭口的？现在还无从得知。对了，三根哥，刚说到9月初7，你想到了什么？9月初7是我爹的忌日。桂儿师妹，没有师傅，我怕是很难成人的。无论师傅是脏，还是干净，师傅就是我的师傅。娘，我想问您件事儿。问吧。我爹救的那场火是在哪里烧的？铁狮子大街那边的河里，外来的姓陆烧绝户了。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？师傅还留着那场火灾的旁征证词。啊？这场火对你师傅来说是不得了的事儿吗？他从没跟我提起过。可他既留着那些证词，说明此事对他非同一般。怪不得。娘，怪不得什么？我以前从没听你爹提起过，跟你师父有过什么交情。你爹死了以后，他来过好几次。我本以为他是因为跟傅属一快班辖制来走走过场，没想到他给了不少钱，还说跟你爹是好朋友。牛陆宝，正是小老儿。可还记得20年前陆宅那场大火？啊，记得记得。此事，我倒是记得。记得？那能不记得吗？想到陆家当年那也是一场荣华富贵啊！哎呀，那把我吓得奶水都没有了。我们的老二是喝豆浆长大的。师傅，20年前陆家大火，着火了。哪着火了？那日夜里我睡不着，嗨，和我们婆娘怄气，为什么怄气我想不起来了啊。无非就是他老唠叨啊。我那婆娘嘴碎得紧呐。哎，这位官差，你可能去接。我跟你说，这讨婆娘啊，顶好是讨哑巴。火是何时起的？这个嘛，不是3更就是4更，我就听见更鼓响了。更鼓响过之后，忽然之间，您猜怎样？怎样？一个火球从天而降，那火球忽忽悠悠，忽忽悠悠，就在这陆家的房顶上滚将起来。转眼之间，陆家就变成了一片火海。我这里有你20年前的证词，这上面可没提什么火球啊。嗨，那天夜里那个忙着救火，一直到天亮，慌忙之中忘了提及此事，那也是有的。哎，可不是我一人看到了啊，老街旧邻可都看到了啊。每我们坐在一起吃酒时候，只要有人一提到火球的事儿，哎，人人都说曾经见过。这火太凶了，从夜里一直烧到第2天后晌，这烧成一片白地呀。我家当时还没有败落，你别看我现在这样啊，那当时我也是富家子弟，那还是在县学上学的童生呢。这陆家少爷跟我还有同窗之谊，幸好有缘，我得遇一位义士，传了我这先天异术、奇门遁甲、堪舆地理、相面成命。这位官差，我看你这相貌就不俗，要不要我给你批一个8字啊？不要。这个是您20年前的证词，就是这个陆家着火的事儿。
陈爷，我不识字儿。这陆家起火仪式还有个传闻。什么传闻？说是这家主人呐，干了一件丧尽天良、伤天害理之事。路过个道人偶然知道了内情，便要替天行道。这道人施展五雷阵法，招来天雷，雷劈主人卧室，这才起的大祸。说起来，还有一个传闻。什么传闻？这家主人是个疯子，火是他自己放的。放火之前，他把他哥哥给杀了。这陆家可有人幸存啊？没有了，连汝带佛死了满门。陆家应该是没人了吧？哎，这位差爷，陆家的火灾，衙门是结了案的，您一查便知啊。您请。那你娘的病就是悲伤过度、肺气郁结、心阴受损、肝气不和所致，所以急不得，先吃这3副药疏散疏散，再观后效。啊，是。哎呦，程先生，这位官差，他是我爹的徒弟。哦，小可我叫曲三更，我正要去找您呢。找我？我这有几套药方子，想请您查验查验。这是我开的药方子呀。这个时间应该是20年前的吧？这确实是您开的，没错吧？是我开的，没错。那您对这2位病人有没有什么印象？这个陆远豹以前是个员外，我这个方子不是医大病的，就是一个心悸气短，以补气调养为主。这个陈旺我不记得了，但是看这个方子，是医肝火亢盛，也不是什么大病。这陆家20年前着了场大火，此事您可知晓啊？哎呀，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。这陈年的药方，你是从何处得来的呀？我查别的事情时，看到衙门的案牍档案里夹带的，就想问问。啊，哎，那就奇了。我去衙门作证已不是1次2次了。如果这个药方是证物，那按说应该有我的证词啊。你那案牍档案里，可有发现我的证词啊？并无证词。不过过了20年了，案牍档案一时不全也是有的。哎呀，这2个病人的病我确实是没什么印象了，这毕竟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。这20年的时间，我得看多少病人呢？不过，这个方子确实是我开的，也没什么问题。我是不知道这位官差为何会提起这陈年的旧事啊？程先生，您别见怪，本就不是什么急事。我就是想问问您，还记不记得这2位病人？跟药方本身也没什么干系。啊，那既然是这样，程某人就先告辞了。还有病人等着我去看病呢。您慢走，慢走。急不得，急不得哈。哎，这个程大夫没讲实话，他一定知道什么内情。他知道什么内情？冷瑞，这是给娘的礼。盘子里那么多，娘又吃不了。那也应该先让娘吃啊。三更哥，我去给你拿个礼。瑞儿，你吃了几个？我就吃了1个啊！不可能，我明明洗了5个，现在只剩3个了，肯定是你偷吃了。我没有，我就吃了1个。那剩下的1个呢？那肯定是3哥哥偷吃了。我连屋都没进过呀。
是姐姐偷吃了。好你个冷锐，反咬一口。那就是程先生偷吃了。你再胡说！三更，三更可在这里啊！三更可在这里，三更。三更，五里斋，跟我去五里斋。今天早上学童来上学，发现门被门栓锁上了，怎么叫也没人应。后来给舅舅做饭的老仆来了也打不开，就把我叫了过来。我是翻墙进来的，就看见这。现在还不能肯定这就是王父子吧？能肯定，这写我认的，是我娘做的。这是印石，舅舅生前最喜欢书法篆刻。舅舅从未对学生用过这把铜戒尺，即便是打板子，他也是用木头或者竹子打。这个铜戒尺以前是给他压书用的。童子6、7人，务春者，春夫记者，官者5、6人，童子6、7人，玉壶1，风壶5月，咏而归。是什么意思？晚春时节，船上新做的春佛，5、6个大人和6、7个童子，在沂水河中沐浴，在五一台上吹风。罢了，唱着歌回家去。铁锹，找把铁锹。中间，刀刃的旁边，有些甜，有些黏，咬破了新鲜，咽下了陈年。有人哭，有人眠，我属魂心。其生总有黄秋，指尖轻盈，远方古道，情醉凡尘，野火不尽，岁岁枯荣。炊烟，命运的上签，旧之前，还个愿。酒后的誓言，纸上的尘缘，风一吹就不见。我属魂心。牺牲，总有黄秋。